各位观众，早中晚上好！您即将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我们将首次完全考证康有为睾丸手术的传闻。这个考证呢，将会颠覆所有现存说法。康有为作为近代史的风云人物，一直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闻：老年的康有为在新娶年轻妻子之后呢，为了提高操作能力，进行了生殖改造手术。这个故事在坊间版本众多，有说他做了猿猴睾丸移植的，有讲他移植了山阳性腺的。甚至还有人认为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英记楼过夜之后突然猝死，也和这手术后遗症相关。而这个话题呢，也被后人津津乐道成了著名野史。网上盛传啊，对这个事儿最早的描述是古春风楼所记当中的文章《康梁师徒之歌》。这里头说，老康69了，在某些方面不尽人意，而上海有个名医叫做江逢志，和康关系甚好。他给老康介绍了一位德国神医，据说这个德医能将猴子的什么腺体移植到人体里，哪怕枯藤老树昏鸦，也能金戈铁马。唯一的副作用就是需要把原本的蛋给嘎掉。有一日啊，老康和仆人悄咪咪的就走了，直到深夜都未归。这家人们正着急的时候，老仆回来报信儿：大人现在在医院，堪为平安，叫我回来禀报，不必挂念，10日之后便可回家。这老康的媳妇儿们不解啊，哎呦，这都住院了，这老仆人怎么脸上还挂着笑呢？赶紧去看看吧。于是啊，众人赶去医院，只见大人卧在床上，面色如常，毫无病态。医生在旁边补刀：恭喜各位夫人，康先生只需要再卧床10日，便可返老还童。老康也笑道：早跟你们说，必不让我出门了。原来老康怕家人不同意他做这返老还童的手术，来了个先斩后奏。外国医生猴蛋副作用手术，似乎说明这康圣啊艺高人胆大。但如此荒谬的传言会是真的吗？有位大名鼎鼎的主编对此表示怀疑。2013年，他在企鹅评论历史板块发布了一篇文章，首次提出了自己的质疑：康有为有没有移植过猴子睾丸？他认为啊，在这《康梁师徒之歌》里头有一条重要线索，可以验证这究竟是不是谣传，那就是《圣殿记》这篇小报文章。因为这篇文章同时代的人也提起过。民国时候有个叫做包天笑的编辑，在他的回忆录里头提到过啊，大上海有个小报纸曾经引发了一桩官司，叫做圣殿记案。说是有一个德国医生西米托来上海行医，这个医生不一般，只要打一针就能让姓氏上皮不能兴的生龙活虎，还求名人来义务做实验。康圣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了讽刺康圣呢，两个年轻医生在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圣殿记》，用辛辣的语言讽刺康圣打针还童。谁成想啊，康圣没怒，德国医生先恼了。他认为这篇文章污蔑了自己的名声，于是请著名的外国大律师状告上海无名小报社。最后呢，法庭宣布西米托胜诉，需要赔偿他的损失费1元。这场官司啊，让西米托边走边骂街，而京报却越卖越好，只有老康受伤的事件达成了。根据这条线索呢，企鹅大编辑总结到啊，按圣殿记的说法，老康当年确实找过德医，但只是打了回春针，不是嘎蛋，更别提换猴蛋了。而圣殿记打官司呢，大概只是小报炒作而已。大编辑的这篇文章成了日后康蛋辟谣的样板，被人反复缝来抄去。圣殿记呢，也成了辟谣的核心。圣殿记扎了一针返老还童针，康圣没有做过手术，一切都是谣传，似乎板上钉钉了。但是啊，我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所有人都在拿着圣殿记说事儿，这篇文章怎么讽刺怎么幽默，却没有一个人放过圣殿记的原文或者截图，无图无真相啊，兄弟们！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我打算搜搜看这圣殿记到底写了什么。上来第一个难题就是圣殿记到底是哪一年哪天的报纸？从继上海京报到网络辟谣，没有任何信息，只能从康梁之歌的一句话中寻找线索。第2年，康没有还童而死了。康有为去世于1927年农历2月28，可以推测圣殿记应该是发表于1926年的某篇京报上。京报呢，3天1版，1926年一共120份，分正反2页，一面全是广告，另一面是文章。经过漫长的逐页检索之后呢，我发现啊，这事儿不对啊，没有任何文章叫做圣殿记，难道时间记错了？可没有指向，就这么挨个翻，岂不是大海捞针？逐页检索碰壁啊，只能让我被迫换了个思路。如果说能找到这个德国医生西米托是谁，是不是能从侧面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呢？可这西米托真的存在吗？你别说，进一步检索西米托的时候，还真找到了线索。2015年，北京某大学的教授做了康有为和性腺移植的报告，其中有这么张图片，德国返老还童专家施米德今日自枪。西米托、施米德
不会这么巧吧？直接检索关键词德国回春主义医生自杀。果真啊，德国有个医生叫做皮德施密特，此人来过中国，并且在1930年自杀身亡。进一步检索呢，在《阳痿史》这本书里头找到了他的身份，施密特是个回春医生，师从姓县大神施泰纳赫。由此可知，所有信息里头都提到过的这个德国医生西米托啊，就是皮的施密特。但这医生的身份一确定，却带来了更大的谜团。施密特的拿手绝活是施泰纳赫术，简称结扎补阳法。可为什么圣殿记中却说他给人打针儿呢？怕新来的朋友跟不上课程啊，我们快速复习一下20世纪初期西方医学界的回春术热潮。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呢，欧美生理学家偶然发现啊，睾丸里头存在某种未知的物质，可以增强人的性活力，甚至能够白发变黑、返老还童。于是，一大批学者开始捣鼓蛋，主要分了3个门派。注射派呢，会把动物的睾丸提取液直接注射，肯定有朋友会想起打针的名场面啊。不过现实中呢，虽然这回春疗法可以返老还童，但是壮阳呢也是其主要功效，所以回春疗法的主要客户啊，其实都是有钱的糟老头子。第2派叫移植派，他们会把羊呢、猴啊乃至人的蛋片成薄片进行手术，埋入阴囊，夸张一点的还可能把整个人蛋连上血管，来个3潭映月。还有一派呢叫做施泰纳赫派，这一派颇有素女精的味道。他们的创始人施泰纳赫认为，能够延年益寿的物质啊，每次都会被射出去，所以想要保存这种物质呢，得需要外科手术的介入，那就是嘎断输精管。但同学们请注意啊，施泰纳赫术不是结扎，结扎它嘎的是2侧，而这个回春术呢，只嘎一边，这样既可以不断子绝孙，又可以增强能力。记住这是知识点啊，后面要考。这个德国医生施密特呢，就是一个主要使用施泰纳赫术的回春医生，这就让我产生一脑门子问号，对不上啊。看来想要解答这个问题，还得找到传说中的圣殿记，只能使用人海战术。什么鬼头像啊！我们绕开了北京之同性爱的诱惑，抵挡了裸体新片的勾引。好消息是圣殿记找到了，坏消息是和传闻的完全不同。圣殿记分上下2篇，主要内容有3段。第1段引经据典，一个脏字都没带，却把圣人的洋货嘲笑了一番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有人能拿着《论语》混《左传》，还能骂得这么精彩啊！感兴趣的朋友告诉我，可以给大家翻译翻译。第2段则说，有个德国跳楼博士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切门一流氓，专门欺负中国人不懂啊，给人施什么返老还童之术。但是当时呢，他想给自己打个广告，于是找到了药水医生，说你要是能找到名人做手术，我给患者1000大洋。药水医生呢就找到了康盛，说这个医生啊，免费手术还给返200块钱呢。康盛一听，今天做手术，明天就上班，欣然答应。如此一来，圣人圣肾受割，得返利200，药水医生中介私吞800，而跳楼博士则名扬上海。第3段啊，一开头就强调返老还童、割肾壮阳，无非都是痴人说梦。圣人忍痛也要割肾，估计是因为妻妾成群。术后啊，圣人整日观察自己的阳货，结果几个月过去了，状态却不如以前。药水医生怕自己那800大洋保不住，便给圣人打了一针壮阳剂。他的这个606药剂可厉害了，打谁谁烂屁股。结果圣人的屁股也肿了起来。后来呢，找了正经医生看，发现啊，他不光屁股烂疮，就连之前手术的伤口也化脓感染了。所以啊，不管是包天笑的回忆录，还是后来研究这个的企鹅大便，全都搞错了。圣殿记啊，没有写德医给康盛打回春针，而是详细的记录了康找德国人做了手术，效果不灵，又被药水医生打了屁针的故事。可这跳楼博士是什么意思？药水医生又是谁？这圣肾受割是说老康把腰子给嘎了吗？我们啊找到了其他的文章，逐一解开了所有疑惑。1924年，《京报》刊登了郑正秋割肾记，彼得·希米德博士携返老还童术来上海，为大导演郑正秋做了第1例手术。手术过程被20多个人现场围观。只见医生割开肾囊，在睾丸侧勾出红筋，据说啊这就是青春线，只要截去一段就能返老还童。但是手术费用很贵啊，给郑正秋左右2侧都做完之后，收费2000大洋。可谓是千金一割。通过这上下文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这里头割肾的肾不是腰子，而是睾丸，而红筋就是输精管。德国医生使用的返老还童术正是施泰纳赫术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医生他不老靠谱。正规的施泰纳赫术啊，那是半截不扎，他只能切一边，可这个人却把老郑2边都给嘎了啊，岂不就断子绝孙了？
1年之后，郑正秋亲自刊文还原了当时的场景。歌肾纪念里头说，老郑做完手术之后，听到姜逢志和友人聊天，哎呀，以后要是再有愿意嘎蛋的，你介绍给我，5块钱就给你嘎了。但是你可千万别介绍好朋友来啊，断人生育，此事体大。老郑一听，差点从床上跳起来，啥玩意儿？我什么断了？赶紧求朋友质问医生啊。这德国人一听不高兴了，血口喷人，手术做完就能生，此术最大的功效就是壮阳，2周见效。结果啊，老郑都快1个月了，哩哩啦啦的老不好。朋友再去责问，施密特大急，手术这么成功，你们总不信，我只能跳楼死儿。哎，这德国医生啊，要死要活，3句不合就得自枪。所以这圣殿记里头管他叫做跳楼博士，而这药水医生就是和康盛关系不错的姜逢志。也正是因为这种侮辱性的外号，再加上一些讽刺的描述，这皮的施密特在1925年11月把京报告上了法庭。最后法庭宣判，京报赔偿大洋5元，对施密特更正道歉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几篇报纸凑在一起，就能拼出一个事情的大致轮廓了。1924年，德国医生施密特来到上海，给人做结扎补阳术，已知患者有3。导演郑正秋，演员郑哲孤，还有康盛。康盛做完手术之后，京报发了篇文章嘲讽，被施密特以损害名誉的罪名告上了法庭。最后报纸道歉结案。这么看的话，一直被大家当作谣言的古春风楼所记呢，反而更接近事实。除了当时的人啊不知道外科手术到底是移植了喉蛋还是结扎以外呢，包括康做了手术需要多久恢复一类的细节呢，大体都没有问题。而一直被很多人当作辟谣线索的《记上海京报》，则对这段历史的囫囵吞枣了。只能说隐约记住了开头，记住几个人名，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失真，让这后来不仔细查证的人士越走越偏，把谣言当成了辟谣。当我拿这个结论和几个朋友讨论的时候，朋友都说，老张，京报本来就是路边小报，其中新闻不足为信，仅凭几篇小报新闻，你就能断定康有为做过手术，在蛋上拉过刀？这话说的有道理。想要验证此事属实，一定需要多方信息的比对。可这事儿除了京报说过，其他史书啊、康氏年谱里头也没写啊，这上哪儿找证据呢？一筹莫展之际啊，网友阿瑞提出了新的想法。他说这些文章除了康盛、德一，剩下一些人的名字也反复出现。疑似写文章的叫做庞京洲、黄胜白，而他们 diss 的这个药水医生则是姜逢志。这些人都是受过德系教育的医生，莫非他们之间有什么冲突？能不能从这个思路当中找到线索呢？你还真别说，阿瑞的这个思路是一针见效。姜逢志啊，算是第1代学习的医生，是同德医学院的校长，也是中外合资药厂科发药房的经理。说他是合资，但实际上中方只占了5796股当中的15股，这药品的决定权啊，牢牢地掌握在外国人手里。而庞京洲和黄胜白呢，则是他的学弟，虽然一同在学校里教书，但是与姜逢志的理念不合。这2位进步医生啊，希望取消什么德医啊、日医啊这种派系之分，大家都是为中华崛起而奋斗。但是这事儿啊，在学校里头引起了斗争，甚至还打了官司，学校差一点就黄了。所以这同德医院之争，让庞黄2人与姜逢志颇有矛盾。圣殿记啊，不光讽刺了代表旧势力的康盛，还奚落了不学无术的德国庸医和唯利是图的药水医生。你瞧啊，别看京报只是不入流的小报，但这篇文章里面激流暗涌。旧势力和新势力，国外资本和进步青年，德国庸才和上海人医，小小的文字折射出来的是大上海各种力量的交错。但是啊，除了双方的背景和推理出来的写作动机，这条线索基本上也走进了死胡同，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啊。这不甘心的阿瑞啊，接着检索姜逢志，没想到这下竟然无意间找到了决定性证据。在这本倾盖如故德语文献中的民国上海里，翻译了德国艺术史学家奥托·费舍尔的日记，一个艺术爱好者的中日徒步之旅。奥托啊，是巴塞尔艺术博物馆的馆长，是欧洲最早研究中国艺术的专家。此人精通中文，对中国文化艺术那是了如指掌。25年到26年间呢，他来到中国，记录了很多见闻。这本书啊，我也从德国买回来了，原价6块，运费20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绕了马奇诺防线了。不过快100年了，这本书保存依旧非常良好。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：第2天下午，终于按照约定的那样，姜医生带我访问了康有为。这个老政客看起来弄了很多钱，在青岛、杭州都有房产。健步走来一位活泼敏捷的老先生，他个头低矮，眼睛细小却透着聪明，让人以为这是一个60岁的人。姜医生跟我说过，他已经70了，但前不久做了施泰纳赫手术，让自己变年轻了，又与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孩结了婚。
他显得一会儿轻松自如，一会儿躁动不安，或许就是由这种疗法引起的。爽啊！我宣布，在各位热心网友的帮助下，康诞的未解之谜首次被我成功解开。1925年，康圣确实为了延年益寿，接受了德国医生的施泰纳赫结扎术。不仅有国内报纸回忆录的支持，国外记录的证据也吻合，此处应有掌声。不过这几页外国文献看得让我有点五味杂陈，倒不是因为破解了谜题而是这位外国人身上的态度。奥托当时访问了不少在华生活的上流外国人。20世纪初，中国的混乱破旧似乎令每个刚来这个国家的人极度不适应，甚至有人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，几千年来一直如此。但是奥托他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中国近百年虽然进入了衰败，但通过好的教育，人们会重新走出今天的冷漠和麻木。这不是老外的客套话，也不是京中人的虚空幻想。正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历史了解深刻，所以才做出了这样与众不同的结论。而这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好奇和认真。确实，如果不好奇，没有人会去翻报纸看看《圣殿记》到底写了什么；如果不认真，也没有人会对100年前的回春书热潮做研究。不研究，你就没有办法看到某些辟谣里的漏洞。那事实呢，也会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。或许是我杞人忧天了，在查证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北京某大学医学人文的教授做相关报告，可能一时大意了，竟然分不清郑正秋当年做的什么手术。写秦志2000年的编辑或许是不小心疏漏了，竟然没去找《圣殿记》的原文报纸。某位辟谣大佬查阅了那么多资料大概只有这2篇能用，所以才和别人凑巧类同。不小心犯错了固然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从学术界到互联网，老康的蛋都被人反复咂摸了快100年，竟然没有人好奇的去翻翻旧报纸，认真的了解一下回春潮，把这个1-2周就能解决的问题活生生的变成了历史之谜。我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透过康诞迷踪呢，我们能看清一段似乎无关紧要的历史，但它也提醒着咱，谣言和真相的距离往往只差一次认真的考证。我会在简介中留下所有报纸的详细出处，希望以后抄作业的同行们好歹抄个对的。前人给咱留下历史，咱别给后人只留下乐子。我是老张，下回再见。